是因为我原本住在3楼是隔间的房子，然后现在是要搬到4楼，因为我想要一个套房式的，我不想要蚊子来扰乱我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来进行老屋大改造，看看这间房子到底有多老。OK， 先看到后方这个陈年老旧大柜子，不愧是老祖先先前留下来的高级产物，还有不知为何藏在这里的莫名水管，and 家里没人去，却还有的220伏的插座。哦，这一定是祖先留给我的考验。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老屋大改造。真的在扫地。明明就这些都被我扫干净了啊，然后那个东西还不拿去放，太废了。我当兵的收假跟放假就这样没了，假借拍摄之名，其实都不想做事情，太垃圾了。今天就是我们动工的第3天，主要就是贴我们的墙壁以及我们的衣橱，然后现在已经买回壁贴衣橱的贴布，大家来看一下吧。这个色是要贴我们壁橱的，这个是要贴我们墙壁瓷砖的。OK， 现在开始动工吧。欢迎来到我们的老屋大改造第4天，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半了，我们现在才要来改造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我们的老屋改造第6天啦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铺完我们最后的进度，我们的地板。我想这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吧，因为我们的地板是有一点凹凸不平的，而且它的对边啊，墙壁跟墙壁的接缝完全没有是正90度的，还凹凹的，因为我们墙壁有点歪。那马上来着手了哦。OK，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主要用到了塑胶地材料的接着剂，然后我们再用刮刀，就是慢慢的刮在地板上就可以了。我现在看起来的样子一定很累，然后我今天还自己一个人，没有人来帮忙。终于完成了，花了6天，终于结束了。好，总而言之呢，就是等之后搬上来再看看会变怎样吧。耶！我们终于完成我们这次的老屋大改造啦。那我在改造上面遇到最困难的地方，应该就是铺地板了吧？因为我们在铺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像那些专业的师傅级一样拼接的那么完美，就我们可能都还会有一点点的小缝隙。那这时候如果你拖把下去拖，那个胶就很容易渗出来。而且我在地板选色方面，我选的颜色太过于浅色了，所以非常的容易脏。我以后可能大概就1个月扫1次吧。OK， 还有大家就是会非常好奇，我这次花费到底花多少钱呢？就看这里啦，噔噔，就是我这次花到的一些费用啦。那如果大家有想要知道更详细在哪里买的那些位置的话，我都会在下方的资讯栏上面附上哦。那要如何让这个房子更有北欧风的感觉呢？你就是要尽量简单为主，我自己都还蛮简单的，色系尽量要相同，完全无法想象我房间真的是长这样哎！天哪！那如果你也想要有这种感觉、这种调性的房间的话，我建议只要换一个地方就会蛮像哦，那就是我们的地板。那如果我们四周围墙壁都是白的，那我们的地板就可以选择木纹色系的，会让你的房间看起来非常的有北欧风的感觉哦。然后如果当你自己只有一个人 DIY 的话，我建议可以找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帮忙，因为自己一个人这实在是太累了，他们也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啊、一些鼓励之类的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还有分享，还有记得订阅我啦。以上就是我们不专业的老屋大改造 DIY， 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